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76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在人类文明的思想传统中，有关强与弱、生与死的讨论一直未曾间断。无论是古希腊的哲学，还是印度的宗教经典，亦或是中国古代的智慧，都在追问一个看似简单却无比深刻的问题：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？老子在这一章节中给出了极具震撼力的回答。他说：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；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于是得出结论：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这几句话让我们看到一个古老却恒久的真理：柔弱不等于无力，而是生命本身最真实的状态；坚强不等于永恒，而是走向终结的迹象。再进一步，他提醒我们：是以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，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。这并不是鼓励人们追求表面的软弱，而是引导我们理解一种更深层次的力量。柔弱是一种适应，一种顺势，一种在复杂局面中保存生机的智慧。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思想放到现代情境中，会发现它不仅关乎个体的生存态度，更关乎我们在家庭关系和职场环境中的选择与处世之道。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两个层面来具体展开。首先，我们谈家庭关系。家庭是最亲密的社会单位，同时也是矛盾最容易集中爆发的场所。无论是夫妻、亲子还是代际之间，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很多人觉得在家庭中必须坚持立场，必须证明自己是对的，才能赢得尊重。然而事实往往恰好相反。老子提醒我们：木强则折。如果在家庭中彼此都过于坚硬，不愿退让，最终关系就会像干枯的树枝一样折断。例如在亲子关系中，很多父母希望通过严格的管教来塑造孩子的人生。他们认为只有强硬的规则和高压的要求才能让孩子出人头地。但这样的方式往往会带来两个结果：要么孩子顺从表面，却在内心积压怨气，长大后与父母疏远；要么孩子当场反抗，导致亲子之间关系破裂。反之，如果父母能够理解柔弱之道，用关怀和包容去引导，效果往往更好。柔弱在这里并不是放弃原则，而是让孩子在一个有弹性的空间里成长，让教育成为滋养，而不是压迫。夫妻关系亦是如此。很多婚姻的破裂不是因为经济问题，也不是因为外部压力，而是因为双方在相处中缺乏柔软的姿态。每一次争执都要分出输赢，每一次意见不同都要争个对错，这样的关系迟早会僵化。真正长久的婚姻往往建立在一种柔性的互动上，懂得在冲突中退一步，懂得在矛盾时选择理解而不是指责，这才是维系关系的力量。柔弱在这里意味着包容，意味着在彼此的差异中找到共同的呼吸。在更大的家庭结构中，这个道理同样成立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大家族内部的争产或纠纷，因为每个人都想要维护自己的所谓坚强立场，结果反而让亲情断裂。而另一些家庭成员之间懂得相互体谅，即便在利益冲突之下，也能够以柔和的方式协商解决，这样的家庭往往能够世代延续。柔弱之道正是让家庭不至于因僵硬而破裂的关键。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职场。在当代社会，工作环境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复杂的场域之一。这里有竞争，有合作，
有上下级的权力关系，也有同事之间的协作关系。很多人一进入职场，就会受到一个隐性规则的影响，必须强硬，必须展示力量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优势。然而，这种态度在短期内可能奏效，但从长远来看却往往导致失败。老子所说的兵强则灭，正好解释了这一点。一个团队如果领导者过于强势，不听取任何意见，只强调命令和服从，那么团队成员会逐渐失去创造力和积极性，甚至会出现暗中的对抗。这样的团队看似运转高效，实则潜藏危机。相反，如果领导者能够采取柔弱之道，愿意倾听下属的意见，愿意调整自己的决策，团队往往会更有凝聚力，也更有创新的活力。柔弱并不是失去权威，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管理智慧，在个人层面上也是如此。一个职场人如果始终以强硬的姿态示人，不肯妥协，不愿合作，最终会被边缘化。因为现代职场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，而是需要协同与配合。柔弱之道体现在愿意倾听同事的看法，愿意在冲突中寻找共同点，而不是坚持己见。这样的态度不仅不会让人失去尊重，反而会让人赢得更多的信任。柔弱在职场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适应力。当代社会变化极快，行业迭代，技术更新，市场起伏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如果一个人把所谓的坚强理解为固守旧有模式，不肯学习新技能，不愿接受新环境，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必然会枯槁。相反，那些能够保持柔软心态，愿意学习，愿意调整的人，才是能够长久立足的人。柔弱在这里就是生机，就是活力。从家庭到职场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柔弱并不是消极的退让，而是积极的顺应。它代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，代表着在矛盾与冲突中仍然能够保存生命力的智慧。坚强意味着僵化，而柔弱意味着流动。正是这种流动，让生命能够延续，让关系能够修复，让事业能够发展。所以，当老子说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时，他不仅仅是在说一个生物学的事实，而是在揭示一个普遍的社会规律。在家庭中，柔弱能够修复关系，让亲情得以延续；在职场中，柔弱能够促进合作，让团队保持活力。这种柔弱不是屈服，而是深刻的智慧。如果我们把这一章的思想运用到自我修养中，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其中的深意。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常常会以为成熟意味着刀枪不入，意味着要建立起一种坚硬的外壳，用来对抗外部的冲击。然而，真正的成熟并不是一味的坚硬，而是懂得在坚硬与柔软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。坚硬代表着一种底线，是我们对原则、价值与信念的坚守；柔软则是一种开放，是我们对环境、他人以及变化的接纳。一个人如果只有坚硬而没有柔软，他会在复杂的现实中失去灵活的空间；反之，如果只有柔软而没有坚硬，他又可能在风浪之中失去方向与支撑。因此，成熟的修养不在于走向极端，而在于能够根据时势转换姿态。真正的强大并不是永远处于对抗状态，而是能够在不同的场景里灵活切换姿态，在需要坚持的时候保持坚硬，在需要变通的时候保持柔软，这才是高层次的修养。就像水一样，它在面对石头时看似柔弱，却能通过长久的流动，最终雕刻出峡谷与深壑。水的力量就在于它不与石头硬碰硬，而是以柔克刚。自我修养的智慧也应当如此。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，也许就会好奇，既然柔弱是生之徒，那么在社会制度层面该如何运用这种智慧？
一个社会如果过度强调强制性的制度与权威，会不会走向僵化？柔弱又如何在制度中发挥作用？老子在下一章将进一步揭示关于治理与制度的智慧，为我们展示另一种可能性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